今天我想尝试制作《鬼灭之刃》的刚入式蜜梨，个人觉得制作难度挺大的。我先用简单的线条确定刚入式蜜梨的肢体动作，还有日轮刀的形态。以我现在的能力，让我直接雕刻出刚入式蜜梨，还真的无从下手。所以我需要绘制出草图来作为参考。这种卷曲和交叉的头发，感觉后续要制作出来还是颇有难度的。思密达，相比起之前的其他作品，这一次刚入式蜜梨的制作对我来说极具挑战。不管是人物的动作形态、服饰等，都是新的尝试。包括我的绘画水平，相信不专业的人都可以看出，我其实很不专业。喏，看我用颤抖的手画出来的裙摆。再来一点褶皱吧，接着画出2条大腿，这样整个人物的草图就差不多了。现在我要制作刚入式蜜梨的头，为了让头两边能够对称，我就想到一个聪明的办法，先制作一半的头，然后复制方转，一个完美对称的头，不就好像有些胖了。看来这个办法也不是很聪明，我还是老老实实在中间位置进行制作吧，也就是这条绿线的中心点，在这里我只要做好头左边的一半，右边的另一半就会自动完成。这个功能果然十分巴适。然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发现，即使不在中心点的位置，也是能够使用这个功能的。耳朵就做个大概轮廓，估计后续头发一改都看不见了。我们把头拎到正确的位置，接下来就来制作衣服了。这应该是连衣裙没错吧？前面就制作出被撑开的效果，把大体的轮廓先定出来，后面再慢慢精雕细琢。这边可能有观众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身体还没制作就直接制作衣服？理由是下次一定。这边我粗糙的圈出裙子的形状。对了，考虑到受腰带的束缚，衣服腰部这里应该体现出收紧的感觉。接下来先确定2个手臂的走向，以便我对裙子两边腰部和胸口进行填充后，可以沿着2边手臂完成衣服的填充。看到这大小不一的手臂，我感到十分堪忧。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，这将是我制作的第一个胸部。以我粗浅的理解，从里到外经过一番细心雕琢后 ，nice。现在我再围绕着形体对裙子进一步雕琢，围绕脖子制作出衣领，裙子也稍微压出波纹褶皱，在衣服边缘制作一些白条边。再来颗纽扣，圈个腰带。接下来就是制作大腿和臀部了。或许这就是用 VR 进行艺术创作的魅力吧。可能没用过 VR 眼镜的朋友无法体会。其实我在没用 VR 之前，以为 VR 里看到的效果就像在电影院看 3D 电影一样，但戴上 VR 后，我才发现，原来在 VR 里有一个世界，眼前一切栩栩如生。这出乎意料的形状让我一时措手不及。经过一番细心检查后，发现原来是底部没有进行填充。这下好多了。再制作一个内小裤子。
沿着臀部和腿部对裙子的褶皱进一步雕琢，提升裙子的层次感。对了，腰带还没有制作日字扣。现在开始制作白色的长袍，我希望这个长袍有随风飘荡，像斗篷一样的感觉。两边宽大的衣袖，我也雕琢出受风影响的弧度。左手我想做出展开的手势，将想要的手势确定出来后，进一步填充立体化。再雕琢出手指关节，让手更有真实性。把衣袖进行折叠，体现出衣袖的厚度与层次感。接下来我要先制作甘露寺蜜梨的日轮刀，这样在制作右手时能够更好的确定手势。这把日轮刀的护手由4个星组成，每个星还围绕着一圈的金属框。嘿，这一刻，我感受到一种刀匠的精神。刀刃我先制作一小节，最后再拉长，避免影响视线。将日轮刀放到右手的相应位置，沿着刀柄制作出右手。将握着刀柄的手势确定后，进一步立体化填充。手指关节的雕琢，因为甘露寺蜜梨穿着袜子，所以我没有制作出5根脚趾，而是做出袜子被鞋带压出的缝隙。现在沿着脚部制作出鞋底和鞋带，让鞋带穿过袜子的缝隙，相互重叠，做出连接感。考虑到袜子比较贴合腿部，所以我围绕着2条腿直接画出袜子的条纹，后续再通过颜色进行区分。虽然现在还没有处理颜色，但我已经十分期待了。终于到了我觉得最难的头发部分。头发一根一根制作肯定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模仿了手棒头发的制作方式，把刘海部分还有其他区域的头发3根辫子先大致将外形确定出来。辫子的末端也做出发丝的效果。接着开始尝试对刘海的细节进行雕琢。我通过上下错位的方式，让头发更加有层次感。在刘海雕琢完成后，我发现甘露寺蜜梨的衣服似乎有些清凉，于是进行了一些收缩处理，再加上几颗扣子。现在我们回到头发制作的环节，将剩余的头发依次进行雕琢，调整头发的走向，并在头顶雕琢出中分的效果。末端再来条发圈捆住。接下来我们把头拎出来，对脸部的五官进一步雕琢，画出眼睛和睫毛。眼球也让它微微突出，显得更有立体感。最后根据草图的路径，把日轮刀的刀刃拉长。